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短短1个小时内，云岚宗的2名斗皇、7名斗王就陨落在萧炎的手上。嘉刑天知道萧炎和云岚宗之间的恩怨再无回转，而萧炎这次还带回了那么多强者，想必是要和云岚宗不死不休。看了一眼天空上的萧炎后，嘉刑天转身走下高塔。萧炎怕是很快就会和云岚宗开战，他必须要赶紧联络一下炼药师公会以及纳兰家和穆家。这个时候万一站错队，日后便麻烦了。天空上的萧炎在海波东面前停下，感谢他这3年对萧家的照顾，随后便拿出拖欠了海波东3年的报酬父子灵丹。海波东老眼湿润，这一天他等了整整3年。海波东感动了一下萧炎还记得自己之后，便将他们带入一处大厅。大厅中米特尔家族的核心成员再次面对萧鼎时都是一脸的恭敬，他们明白以往只能在米特尔家族庇护下苟延残喘的萧家很可能将会一跃成为加玛帝国最强悍的势力之一。海波东在确定萧炎要和云岚宗不死不休后，便与他说起如今云岚宗的势力。云都和云煞这2名斗皇死在了萧炎的手中，但云岚宗最少应该还有3名斗皇，斗王级别的强者也还有不少。而且根据亚飞得到的情报中，云岚宗中还有一些别的神秘势力。如今云岚宗的势力遍布加玛帝国，海波东建议萧炎最好将其他2大家族皇室和炼药师公会都拉拢过来。这些年他们对云山的行为也十分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萧炎对于当年云岚宗仗势欺人，这些势力束手旁观还是有点介意的。他轻轻拍了拍手掌，英国老3人出现在海波东他们面前。在发现萧炎手中的斗皇和斗王强者并不比云岚宗少后，海波东非常惊喜，他没想到萧炎还藏了一手。萧炎刚刚准备说云山交给自己，一高一矮2道身影就出现在大厅。看到紫妍手中握着的玉盒传出药香，萧炎的脸色铁青，很明显美杜莎和紫妍又背着他到处偷药材去了。坐在首位的海波东看到美杜莎，神情犹如见鬼一般，十分惊骇。萧炎并没有发现海波东的异样，他一脸怒气地站起身，将紫妍一把拉过来，没收玉盒，让紫妍以后少跟着美杜莎惹麻烦，不然马上就把她送回去。一听到会被送回去，紫妍立马坚定地站在萧炎这边。对于紫妍这么快就缴械投降，美杜莎也是有些无奈，她辩解着说，刚刚看这边打得火热，就带着紫妍转了转，偶然之下才得到了一点东西。萧炎一听这东西是从米特尔家族偷的，一边跟海波东抱歉，一边拿出玉盒准备还给他。美杜莎颇为不舍，见萧炎不理睬他，便抬头看向海波东。海波东被美杜莎看得浑身直打哆嗦，连忙推脱说这当送个人情。萧炎瞪了一眼美杜莎，便拉着紫妍回到座位上。海波东连忙让人给站着的美杜莎看座。见海波东这么殷勤，美杜莎终于对这个被自己封印多年的老头顺眼了一点。海波东目光转向萧炎，苦笑着说，原来你有这么一张底牌，有美杜莎相助，云山的确不足为虑。萧炎摇摇头，让海波东对美杜莎别抱太大的希望，到时候开战了，云山会由他来出手对付，至于美杜莎要干嘛，就看他自己的心情。海波东担心萧炎对付云山的风险太高，说这几日他会尽量联系炼药师公会、皇室和2大家族。法玛和嘉刑天毕竟是斗皇强者，尤其嘉刑天早就步入巅峰期多年，等他服用父子灵丹恢复巅峰时期后，他们几人联手打败云山还是有不小的成功率的。见到萧炎无所谓的样子，海波东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若是想将云岚宗连根拔起的话，光凭他的人手远远不够，必须要有皇室的势力相帮才行。在海波东和萧鼎的劝说下，萧炎终于不再抗拒和他们合作。但若是要清除云岚宗，还有一个人需要解决，这个人就是丹王古河。古河身为6品炼药师，号召力十分强，若是他要帮云岚宗，帝国10大强者中，他一个人就能找来5个以上。萧炎让海波东托法玛会长出面找到古河，最好让他和古河见一面，到时候他会想办法让古河保持中立。谈完这些事后，萧炎和萧丽便推着萧鼎悄悄地去看萧家族人。萧家族人见到萧炎都十分激动，按照大长老和2长老的遗言，萧炎如今便是萧家的现任族长。萧炎想要推辞让萧鼎当族长，但萧鼎和萧丽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只有萧炎才有那个能力担任族长，而他们2人会一直协助萧炎。现在萧炎最重要的是准备对付云岚宗。短短1天的时间，海波东就将其他几大势力都联络
到位。他们将碰头的商谈地点放在一直保持中立的炼药师工会。萧炎清晨赶到米特尔家族的时候，正好遇见准备出门的海波东和亚菲。为了防止紫妍被美杜莎拐去偷别人的药材，萧炎一直将紫妍带在身边，而美杜莎也跟了上来。亚菲看着紧跟在萧炎身后的美杜莎，不着痕迹地问萧炎：“这位是？”萧炎察觉到一点不对劲，含糊着说这是他的朋友，让亚菲叫他彩铃就好。亚菲上前2步，盯着美杜莎那张精致完美的脸，夸赞彩铃小姐果然漂亮，难怪会在萧炎弟弟身边。一旁的萧炎有点愣住了，亚菲这话说的好像他在贪图彩铃的美貌一般。萧炎身为男人，或许难以察觉女人的一些小心思，但美杜莎却感觉到了亚菲话语中细微的敌意和警惕。察觉到亚菲对萧炎有一些特别的情感，美杜莎忍不住皱了皱眉，心中升起一股让她烦躁的情绪。她的脸色变冷，说萧炎正事不办，在这里啰嗦什么？萧炎心中一阵纳闷，觉得今天的亚菲和彩铃都不太对劲。一旁的海波东连忙一阵干咳，将亚菲拉到身后，生怕美杜莎这条美女蛇一个生气对亚菲出手。海波东让亚菲去忙其他的事情，亚菲不甘愿地点了点头。临走前，他缓步来到萧炎面前，为萧炎整理有些凌乱的衣袍，还不忘叮嘱萧炎这次商谈别意气用事，能拉拢一个帮手是一个。最后他提醒萧炎曾经答应他的承诺，萧炎心中触动，说自己当然不会忘。当年离开时他便说过，日后亚菲若是想当女王，自己也会竭尽全力帮她。见两人打情骂俏，海波东一阵干笑，他能感觉到萧炎背后的美杜莎脸色越来越冰冷。最后亚菲拍了拍萧炎的脑袋，转身离开。转身的时候，他的嘴角微微翘起，目光若有若无地瞥向美杜莎的方向。萧炎望着亚菲消失在视野中的身影，转过头对着美杜莎说：“走吧。”美杜莎冷笑一声，让萧炎没看够的话再跟上去看看吧。看着美杜莎转身离开的身影，萧炎有点奇怪，他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一旁的海波东冲着萧炎竖起大拇指，说他可真行，竟然能把这条让加玛帝国闻风丧胆的美女蛇驯服了。萧炎摆摆手，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结，准备去见见那些老熟人。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